你自己到那个医院考完试以后去挂个号，所有科室都挂个号，你就问一个问题，大夫我没病，我就问一个问题，你们医院现在进来是不是得博士？别以为，你去问一问，拜托好吗？张雪峰他为什么被封号？护城峰被封号的话，我们都可以理解，但是张雪峰他为什么被封号？网上就有人说了，因为他严重破坏了社会的生态平衡。最近张雪峰就是他的账号被全网封禁了，被禁止关注，一夜之间他的微博、抖音、小红书全部平台都被禁止关注。说白了就是说，还是之前的老粉都可以看，但是新粉的话一个都加不上来，就是无法涨粉。那么作为一个辅导大家去填写高考志愿的一个讲师，他就是看上去很接地气，然后很幽默，专业能力极强，粉丝量也非常多。那么他到底说了什么样的言论，会导致他会被平台做出这么严厉的一个处罚？这个事情的话，表面上的一个导火索，大概就是因为他前阵子说了一句话，就是说那个话是说怎么说呢？就是说，如果说统一的枪声打响的那一天，他张雪峰至少要捐款5000万。这个话真的是让人听得热血沸腾。但是立马的话，就有网友扒出他的公司那几天的一个咨询量暴涨了37%，曝光量就是整体的流量曝光达到了20个亿。他这一下子就是表演型的一个爱国和爱国的一个声音，就是在网上就传得非常普遍，就质疑声音全部来了。枪声打响那一天，我他妈至少捐5000万。我公司账上永远有这个钱，他妈的打那天，老子直接2、5千万捐上去，争取最起码捐他妈1个亿，就要他妈祖国统一，这一定我们这一代人一定能看到，我始终坚信。我们这一代人啊，真的是经历过我们从不行到现在很牛逼的这个过程。我们那时候小时候出去租那个什么七龙珠那个书啊，5分钱可以租1天。然后我们那个年代，我小时候还见过粮票，可能你们很多员工都没见过粮票，我小时候见过粮票。你看我们上小学的时候，我91年上小学的时候，那时候你在大街上你看跑一辆吉普车。说他妈有一辆桑塔纳，你这辈子你都不敢想。但是今天我们的国家让我们实现了一切，我们实现了理想，真的就是看这个阅兵特别的自豪。当然还是那句话，我们拿这些武器，不是为了他妈的干别人，或者说吓唬别人，对吧？我们是为了保卫，我们是为了国家统一，对吧？到时候我们祖国要统一的时候，你看老子能留下。这时候我说他妈是枪声打响那一天，我他妈至少捐5000万。我公司账上永远有这个钱，他妈的打那天，老子直接2、5千万捐上去，争取最起码捐他妈1个亿，就要他妈祖国统一，这一定我们这一代人一定能看到，我始终坚信。好好活着，保重身体。我们要看到祖国统一那一天，一定能看到。啊，所以说的话就是这个，希望大家再接再厉，为我们祖国的建设添砖加瓦，好吧？大家好，今天是2025年9月26日，今天我们来聊一聊张雪峰的一个问题。我个人认为，他这次的一个账号出现异常的一个情况，主要还是有2个方面的原因。不知道我说的就是对不对，但是如果说你感觉我说的不对的话，可以在评论区里面反驳我，我们一起来讨论一下。我觉得就是第一大原因，就是因为他消费爱国情绪，
然后被流量反噬。作为一个考银名嘴，动不动就是语出惊人的张雪峰，他这次真的是把自己玩脱了。这个事情的起因就是我刚刚说过了，就是这个月初，然后他得到了一个非常大的关注度，就是因为在93大阅兵之后，他在直播间里面表态，如果说祖国统一战争要打响的话，他一个人出资就是捐款5000万，公司整体捐1个亿。这个话一说，当时就是真的把很多观众就是粉丝都吓一跳，很多人也预感到他的账号会出问题，只不过这个就是事情来的这么快，然后现在真的是被印证的。这个到底是一个真心的爱国，还是一个精准的流量营销？这个谁都说不好，说实话。但是在祖国统一这个事情上，你作为一个全网粉丝超过4000万的公众人物，措辞方面真的是需要谨小慎微。对于这句话的话，很多人的一个直观感受好像就是说，张雪峰真爷们儿，真性情，是一个不折不扣的爱国主义者。但是细看的话，我们不难发现，张雪峰的一个捐款的一个前提条件就是那2个字：枪响。我们国家的话，怎么说呢？就是虽然说不放弃武力统一，但是始终主张就是一个和平统一。其次，基于他的这个前提，这句话其实是带有一定的裹挟的意味，就是说，打仗的话他就能出钱，如果说不打仗，那是不是他就不出钱？知道的人会说他是爱国，那些不知道的人还以为他是刚刚挣了几年的钱，就染上了就是这种，土豪啊那种财阀的那种臭毛病，对不对？我们每一个中国人都应该明白，就深刻的刻在心里，要明白一件事，就是说我们祖国实现统一是两岸同胞共同的一个心愿，国家没有采取军事途径实现统一，从来都不是因为缺钱，就说白了，不缺你那5000万，也不缺你那个小目标。如果说试想一下，这个台湾的同胞听到了张雪峰的这番话，而且的话，他还是一个流量非常大的一个网红，就是一个公众人物，他们又会如何思考大陆就是关于两岸关系的一个主流思想呢？他会不会认为就是大陆人是不是都是这种想法？这就影响到了一个就是两岸的一个关系，一个不和谐的一个声音。因为我们确实生活在一个言论自由，但是自由都是有一定的边界感的，就是不是说你什么话都可以说。如果说你什么话都说，那绝对会出问题。所以说，他这个语言表达是没有边界感的，这个是张雪峰的一大隐患，就是导致这个封号的一个原因。他之前也说过一句比较出名的话，就是说，他说，文科就是搞服务业的，就是舔。他这个言论当时就是看着是有道理，但是实际情况的话是贩卖焦虑，宣扬单一的价值观，同时也误导了中国很多普通的家庭的一个选择。张雪峰老师的一些观点和输出的内容，他其实看似是为了你好，但是其实本质都是利用家长的一个焦虑来做生意。他们公司主要的业务就是，比如说考研培训、高考志愿填报、直播带货、银学游、教育咨询，
然后高考预测卷、大学陪跑计划等等。我们都知道，就是从双减之后，国内关于学科类的一些教育培训机构，基本上都是属于一个排队离场的一个状态。很多人认为，就是对教育培训机构的一个重拳出击，是为了减轻孩子们的一个学习负担。实际上，除此之外，我们国家还是希望家长要停止内耗，就是停止内卷，不要跟自己的孩子去耗，捂住自己的钱袋子，这个是核心的原因。但是张雪峰他通过转移注意力，把家长们原本集中在高考之前的一个焦虑，延伸到了高考之后。我们以前，家长和大众我们都认为，就是说挤破头考个好大学，就能有个好工作，这个概念就是深深的刻在了我们骨子里。但是现在的话，这个观念就变了。就是光考上是没有用的，你只有报对专业才能顺利就业，是这样一个逻辑，就是说你要选一个专业，选一个好专业，你才能找到一个工作。它就是主要是给所有的家长普及这一点的。所以在这个过程中，就是为了凸显个人的专业能力，他时常就是语不惊人死不休。一会儿说要把报考新闻学的孩子的腿打断，一会儿又说文科都是服务业都是铁。但是张老师真的就能一个人他通过了就是相当于一言能够断定一个人的未来吗？还是说能够断定国家的一个未来？比如说像2000年的时候，他还在推进的那些土木工程的那些专业的话，你现在来看的话，是不是房地产已经是凉凉了，对不对？高考报志愿、填志愿本身其实就是一件比较难的一个事儿。然后，本硕连读的话需要10年，2个5年计划都已经过去了，是不是？你这个时间规划的话，时代早已经就是焕然一新的。你当时的一个专业能否在5年后、10年后吃香，其实是判断不了的。说实话，就是没有他说的那么准。即使是就是说你读完了本科就去参加工作，也有4年的时间。在这个就是我们现在国家的一个发展的一个来看的话，其实我们根本是搞不清楚往后的一个发展趋势是什么样子的。所以说你更别谈什么专业，以后有什么专业好找工作，什么专业不好找工作，对吧？像以前的培训机构，它都是利用名校梦来收割我们一波又一波的家长。但是现在张雪峰的话，他是通过好专业、好工作，再度从家长的口袋里，再掏一笔钱。他的费用大概就是从大几千到1万多，无数的家长就是深信不疑，才造就了他在直播间的狂饮。公司账上随时都有1个亿的现金。随着身价的暴涨，他在直播间里面就是面对咨询的时候那种态度，就是怎么说呢，很嚣张，完全就是不把家长当人。你们可以去看一下他的一些很经典的一些场面，就是直播的时候的一些画面，就是他完全没有把那个家长当成自己的衣食父母，耐心啊、细致啊去辅导或者去给人家讲解，而是对家长的各种嘲讽、就是言辞极其不尊重，就是姿态非常高。我不知道，就是这些观点里面，就是包括我前面讲的那些观点，究竟哪一个是导致张雪峰老师被全网封禁的一个原因？
但是其实的话，张雪峰的这个观点和言论，如果说任其发展的话，长此以往，它就会破坏社会正常的一个分工体系，这个一点都不夸张，真的。就是你看现在很多专业，很多学校的一些专业都没有人报考，都没有人报，都去选他推荐那些专业，热门专业。那这个人家学校开的这些专业，对不对？那要有人去读，你社会上面还是有人需要，就是去做这些事儿。结果他都是推荐那些赚钱的、好找工作的那些专业，对不对？这会导致一个社会的一个分工体系的一个崩塌，然后导致这个矛盾加剧。这应该才是就是他被封禁的一个最根本、最核心的一个原因。很多人都喜欢张雪峰的一个性格，觉得他直爽、敢说。但是这个封号的这个事件的话，平台这一次只是一次禁止关注，算是一种软封禁，感觉更像是一种严厉的警告。我给你时间反省一下，同时也要掂量掂量你自己，以后什么话能说，什么话不能说。你爱国，不是生意，教育不是专门搞焦虑，更不是就是家长更不是你的提款机。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关于张雪峰老师的一些直播的一些画面。有的观点确实是非常雷人，一起来看一下吧。脾气咋这么大呢？不愿意听滚。哎，你好。哎，你好，张老师，是我吗？您说，是你，您说。我是那个天津的高3物化生男生。他想学医呢，但是他现在的成绩吧，基本上在630到640，大概这个样子。我就想您有什么建议？没什么建议，好好学，天天。他是这样的，因为是他出生一直到小学毕业都是在青岛。因为他奶奶家在那儿，然后呢，姥姥家在天津，所以他从初中回到天津来。但是他想，以后想在什么长三角、珠三角，你家里干？或者的话就是，不然的话就是去青岛也行，回青岛也行。你家里干这个的吗？没有。孩子向上管理能力强吗？一般吧。那你就能去哪儿去哪儿，就别想那么多啊。我就在想，像如果他这种想法的话，就是这个路线应该怎么规划更好？家长，我刚才问你那2个问题，问啥呢？就是既然没有资源，就是去哪儿都可以，都一样，都没有多大差别，是吗？第一，就没有办法，这不是规划出来的，懂吗？你现在想学的这个专业。想去的那个城市，那不是规划出来的，因为有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环节叫做读博士，你没有办法去解决，懂吗？家长，我问你个问题，如果说你到最后孩子说努力读了研究生，他读不了博士怎么办？那这样的话，就是说，如果他认定就想学医的话，那就是尽量的直接选5+3，还是说5+3不好使，得本博8，你这个分又不够本博8。你这个分又不够，所以我问你刚才那2个问题，我说要么你就是家里边干这个的，要么的话就是你向上管理能力特别强。如果你向上管理能力没有那么强的话，不好意思，你的就业期待就不要太高。你就业期待不高没有问题，你就业期待太高，不符合，那你就没办法。那就是说，如果比如说在这个南方的话，在这个比如说珠三角或者长三角地区，它有没有适合这个分数线的这个学校推荐？家长，你还是没听懂我的话。家长，我问你个问题，你在长三角的县的医院工作能接受吗？不太接受。那你就想好要不要学医。那就基本上就没大有可能了，是吧？那你就想好要不要学医。你根本就没听懂我的话，家长，那不是你规划出来的。医学读博士都不读博士的资源是很紧张的。每一个医学导师他基本上就招几个人。家长，你知道博士是怎么读的吗？
申请的，我知道。对呀，是申请的。对，那家长，你觉得申请制？我家长我就问你一个问题：申请制是一个量化标准还是一个非量化标准？我这个不大清楚。家长，什么叫量化标准？考的分叫量化标准。我找对象必须是个女的，这是一个量化标准，男的不行，对吧？那你说我现在我申请制，我把我研究生阶段的论文发到这个学校的学术评估委员会，我学校学术评估委员会，我去评估这个孩子能不能有读博的潜力。它就是一个非量化标准。那什么叫什么叫读博的潜力？你告诉我，什么叫有潜力？什么叫没潜力？你告诉我。什么叫有潜力？老师，我发多少篇 SCI？ 我发5篇 SCI。但是我觉得那个发4篇 SCI 的也不一定比你就差呀。什么叫潜力？你告诉我什么叫潜力？那好了，第一就是有人提醒我，比如说我现在招博士，我要招博士，然后的话这个时候有人给我打电话，你给我打电话我不接，我今天一天一堆未接电话，谁呀？这乱七八糟的我都不认识，我给大家远远的看一下啊，你看到没？就没人名的，全是乱七八糟各种电话。我电话这种电话我从来不接，我就从来不接。你给我电话，你打电话我不接，但是我的电话通讯录里边是有一些是有人名的。我一看给我打电话，你看你叫我叫什么？你叫我什么？你叫我张老师，对吗？张老师，对。人家叫我什么？小张啊，哎哥，哎哥，哥你最近怎么了？你最近身体挺好的，哥忙吗？小张最近你忙不忙？我说哥，我最近我不忙，对吧？小张，你听说你招博士啊？我说我招博士。哎，我有一个孩子叫什么什么什么，你看一下啊。我这个孩子我见过，这孩子很不错。我看不看？你说我看不看？看，肯定得看。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家长，我肯定不能都招这样的人吧？第二，我肯定得招几个我自己喜欢的，对不对？你不能说人家跟我说这个孩子有潜力，确实，哎呀，要不是这个老大哥提醒我，有这么一个有潜力的孩子，我都发现不了，你知道吧？这大哥你提醒的对，这孩子确实是很有潜力，哎呀，太感谢你了，给我带来一个好学生。然后，但是我也得招几个自己认识的呀，对吧？那家长你想啊，你现在说老师我现在我在，你假如说家长啊，你要申请上海交大的博士，我是上海交大的研究生导师，家长我本身在上海交大我就带着8个硕士研究生，我现在招4个博士，2个人已经大哥提醒我了，说这2个孩子很有潜力，我一看那确实有潜力，我剩下2个人，家长你觉得我会从8个硕士里边找，还是你给我发个邀请什么申请信我就要你？你觉得你会招哪个？我肯定是从那8个里边招，我肯定不会说你给我发个申请信我就要你吧？我这8个我认识，你我根本就不认识啊，对吧？那家长你说我这8个要哪2个？你说我这8个要哪2个？什么叫向上管理能力？知道什么叫向上管理能力了吧？知道。你看我这水就剩这一点了，你也不知道给我换，这向上管理能力就不强，懂吗？但是现在他孩子他就认准了，他现在唯一有想法的家长事儿我给你讲清楚了，怎么决定那是你的事儿。张老师，如果退一步讲，比如说我如果是因为他奶奶家在青岛嘛，他就是退一步的话就是回青岛，可能竞争压力是不是就能稍微小点嘛？比如说如果家长硕士别以为家长你家在青岛，大多数青岛人去哪个医院看病？你自己到那个医院考完试以后去挂个号，所有科室都挂个号，你就问一个问题，大夫我没病，我就问一个问题，你们医院现在进来是不是得博士？别以为，你去问一问拜托好吗？不要以为，不要听别人讲听别人说，你自己到医院去问一问，清大附属医院要不要清大的毕业生？你自己去问一问，清大的附属医院要不要清大的毕业生？要清大毕业生得什么学历？你去问一问。别以为啊，家长我怕你读一半读不下来，想好啊。你说这大晚上的我图什么？
你孩子他妈学一半学废了，跟我有狗屁关系？脾气咋这么大呢？不愿意听滚。在医院工作的朋友，老张讲的是不是现实？这是孩子的未来。我不是说生气，各位朋友，这个我之前也给大家说过。真的，各位朋友，我不是说生气，我可以相对情绪不用这么激动跟你聊，跟你说。但你会注意到这个事情的严重性吗？我跟你说，家长你注意啊，你这么选择其实可能不是那么很合适的，你自己注意。你说，哎呀，你看这个老师多温柔啊，你看这个温柔多好。你要是想去看温柔的，你看我直播干嘛呀？你去看别人直播，对吧？什么知心大姐姐，这个那个这个那个的，对吧？我为什么要给你这么激动？因为我跟你说，家长就是前面有个坑，前面有个坑啊，你注意点，你千万注意！哎他妈吓死了，我知道了，前面有坑，前面有坑，哎，前面有个坑啊，你注意一下啊。你要哪个？你要哪个？今天的视频内容就到这里，我们下期见，再见，谢谢大家。